美国一位中将称，参照在乌克兰的经验美国会主动发起攻击，让中国永远无法为武统做好准备。这个说话是有点狂妄了，但是它背后却透露出美军的真实意图，我们要特别的警醒。欢迎来到张斌观察。美国空军负责策略整合和需求的副参谋长克林顿·海诺特中将，他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视频会议上就发表了看法。他一共讲了有7条，那把这些总结呢，主要内容是4点。就第一，他说了，美国的底线就是中国不武统台湾，俄罗斯不入侵北约国家。那这个他把2件完全不同的事给并在一起来说这个咱先不管他。他认为美国在军事上的战略方针是维持当前的平衡，而不是推翻或者是破坏这种平衡。在乌克兰的经验就表明以地制空的门槛比夺取制空权的门槛要低得多。乌克兰用各种防空系统有效的就压制了俄罗斯的空天军，从而让俄罗斯不能获得这个全面的制空权。这个经验可以复制到台海。第二，美国可以做到是让台海双方都无法取得制空权、制海权和制信息权，这意味着中国就永远无法获得军事胜利的先决条件，永远无法为武统做好准备。美国需要在对手的家门口，就是我们的家门口，有一支能做到这些事情的军队。当然，这是不是美军，还是说他通过他的盟友来完成这一点，这个我们先放在第2步说。第三，他认为后勤对战争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中国要武统台湾，美国准备攻击中国的武器弹药后勤供应渠道竭尽所能的来阻止解放军，使这场作战成为历史上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之一。这第4，海诺特他还认为美国用这个战斗机轰炸机这些作战平台来发射导弹成本太高了，应该使用类似于像什么农用机运输机客机什么侦察机这些更廉价的平台。同时为了减少人员的损失和压力，会大量的生产装备无人机。咱们看海诺特的这些说法不管是他出于一种制造舆论效果，故意去显示这个狂妄的态度呢，还是真的缺乏这个军事上的常识，但是通过这些我们是能看出几点的。这第一，不管美国政府现在是做什么样的政治表态，而且未来要真有那么一天，到时候他做什么样的决策，有什么样的举动，可是美国从现在开始，或者说以前已经开始在做这种直接军事介入和解放军交手的准备。这可不是什么大嘴巴吓唬人的美国自己并且发动他的盟友已经开始系统的在做军事介入的准备，在做实战化的演练和部署。你比如说，他要切断我们解放军在海峡地区的后勤通道他们确实有这方面的预案。第二，从军事上来看，俄乌冲突呢，那真是一本真实的活教材这海诺特说的这个地防导弹有效地破坏了俄军的制空权，确实也是这么回事。那台湾地区目前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地防系统，还真是这个美国说的，把这台湾地区要弄成什么豪猪要弄成插满毒刺的刺猬什么，也确实是这样所以这一点我们还真的要非常的重视。我们现在是非常重视俄乌战场的各种战况。第三，至于说海诺特他也提到的，要在台海周边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用运输机作为这个空射武器发射平台什么的美国现在呢也在做这方面的实验，而且很快他会把它推入到实质装备和这个实质的战术应用的阶段。但是这个也真是太狂妄了，这种办法来面对一个军事强国，那真是有点痴心妄想。但这里边还有一个潜在的一层，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里边美国是要充分的发挥他的盟友的力量，比如说日本。所以呢，他说要在这边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做到这些，这个也是透露出了他们的计划和策略。虽说海诺特说的这些东西它是不靠谱的，但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凡事一定要往最坏里边想，一定要做好美国直接军事介入的准备。咱们看看最近，你说这个北气气管一下被炸了，这个刻池大桥也被炸了，你说说未来要真的有什么大事的时候，还有什么想不到的事情它真的都有可能发生。